本节目由凤凰网和舍得酒业联合制作播出。准备了，3、2、1，走。好，我们回动作开始回休息。累坏了吧？啊，累坏了吧？我看一下iPad。不要累，慢一点，稍微慢点休息。不用，快一点，不耽误大家时间，大家早下班。我们尽量就一条路。好。你是如何看待自己变成了这样的流量女星的？你刚一提流量，我都浑身哆嗦，害怕听到流量，总是说你怎么着自称什么这种东西。超级喜欢你啊！就流量向你涌来的时候，杨紫发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？我以前其实是有点脆弱的，什么事情？玻璃心，就是比如别人骂我。每个演员其实都是有野心的，想红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。好。我们现在要去中国电影导演中心，然后杨紫，我看她最近她的《星战行》应该是这个杀青之后，可能在做一波的宣传。最近才刚刚回到北京，然后今天她的行程也排得特别满，我们是掐在中间一个，她有一段时间可以给我们做采访。向左前方行驶，往九仙桥北路方向。没事，我们正常工作就行了。咱们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杨紫，欢迎观看《民法典》系列微视频。更多法律知识，请关注人民法院报，对，然后天平阳光连着说好，对，好。更多法律知识，请关注人民法院报，天平阳光。我应该没有说错吧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可以。辛苦了。这个法律的本就是说你想要倾向于，我感觉这个书是我写的，是你写的感觉。我看到最后那字儿都变成双影儿，因为我长时间盯着一个看，我感觉差不多吧，你这一场一场的。像今天这种日程是你的常态吗？现在？16号杀青的还债，因为我之前在剧组待了8个月，就都赶到杀青以后。都还了一些什么债啊？你大概跟我数一数。广告宣传，广告宣传，各种需要配合录的，很多东西。其实我只是跟了你下午很小的一段，我都觉得就是这样的频率来说是让我惊讶的啊！我以为艺人不都这样吗？所有的艺人都是这样吗？我感觉好像艺人都挺忙的。怎么样来看待今年呢？因为其实今年可能受到整个疫情的影响，整个影视业又是遭遇特别大的冲击。对。但我没想到你还这么忙，整个日程排得这么满。你能给我大概说一说你这几天的行程？我看你不仅是北京各个地方在飞。我们是上个月16号杀青的嘛，然后就一天都没有休息，一天大概就是从早到晚，可能今天是上海，明天是北京，后天又去哪儿？对，一直到现在，大概这种工作还要再坚持个，今天几号？6号、7号？对，今天4号。今天才4号。对对啊，那我还要再到10号左右才能够说稍微的结束。为什么是10号呢？其实这是我要求的，就是他们有在问我说，你希望杀青以后是稍微的，比如说你工作2天休1天，我说不要，我说你全部拍完，因为我觉得如果工作是几天这种，其实你还是在一个工作的状态当中，你享受不到假期，这个是对于我现阶段来说我挺疲惫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很想要一个稍微大块的一个休息空间给我，稍微露一点，挑不同的位置，再低一点头，太慢了，节奏快一点，没感觉。导演，我想再来一遍。好的。你
刚刚说疲惫啊，就是演员经常老聊的说，你演戏你就会演的，比如你心灵蒙上了老茧。但我们戏因为拍了8个月嘛，你的那个工作量会更大，台词又会很多，其实你就是每天需要高度集中去完成这个事儿。就是可能我们在演很多年戏以后，演戏有时候会惯性了，你变得不真诚了。什么时候意识到的？哪一场戏？能不能给我举个例子啊？我在拍《余生》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我感受很深，是因为我当时他那个角色又是很活泼的那种小太阳，我就觉得这个会不会跟我以前的角色有点相似？那我怎么变得不一样？你知道演活泼，比如很相似的台词，你很难能让观众忘记你是杨紫。对，你重新去演一个活泼，这个其实观众有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很眼熟的。然后如果你的方式又很一样，大家这不就是小杨紫吗？所以在那一星期我很纠结，就是我每次都跟导演说，我说导演，我觉得我这演的，导演说你应该再快，我说可是我就是很纠结。我记得我当时拍一场是我跟顾魏的一场，我在劝他的戏，拍第1条的时候我也哭出来了，但是我能明显感觉到那一条是我在使着劲儿，我没有被感动。然后导演就过来说，我们能不能再来一条？但导演也没有说太多。我说好。然后第2条，我就是告诉我自己放松。我说我不要想着设定这场戏我要哭，因为我觉得这很可怕。我说我就认真听，顺着走，舒服怎么来。结果我本来是那个点要哭，我没有哭。可是反到最后我们要笑的时候，抱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眼泪哇哭，我才知道原来真实的感情流露。就是那一刻我就更加明显。然后我哭完以后，导演就说这才是真的感情。就那一刻你会觉得，对了，就这种感觉。不是说我们电视剧或者说电影里面我们就要设定这个时候哭，其实不是的。人有的时候情感是你说不出来的，他反而可能在你最开心的时候，你突然控制不住那种情绪，就是那种哭是真的，假不了。自己又找回来，而且就是说慢慢这种演员的感觉，对，一个好的演员的一个感觉，你在自己的内心更加笃定了。是的，其实因为你是瞒不过自己的，就当自己有时候很疲惫的时候，我觉得是需要休息一段时间，感受一下生活，再吸取一些能量，然后你才有更多的东西去回馈于剧本，回馈那个角色吧。我们不要再耽误他的时间了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没有。赶快放你回去休息。好，然后约定下一次。好的，我们再好好聊。好，下一次我稍微状态好一点的时候跟你。没有，今天也非常棒，但我真的是觉得可能是不太舒服。好，鼻音超重，对不对？下班了可以。可以下班了。终于下班了。今天晚上回去赶快先把药先吃上。我没事，OK，没毛病。我知道。好嘞，拜拜，拜拜。对，谁的茶杯？完了，那就是杨紫的茶杯。杨紫的。杨紫为什么会把茶杯拿来？他刚刚是放到下头去了，他椅子那个地方。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今天可能是因为难受或者什么的状态不是很好，然后一直说我们尽快拍完，然后让大家就可以回家了。但我刚刚问他就说艺人都是这样的日常，他不认为他今天他的那个行程就很满。他发烧是吧？他说他有点不太舒服，然后刚刚我们在走道里头聊天的时候，他就说今天因为有好多的采访，就可能也是宣发的一场一场这种采访，他就说别人问他什么问题的时候，他脑子都已经是空的了，都不太听得清楚别人说什么了。好了，别好了，我自己贴的，我贴到这儿了，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喝哪个呢？放这儿就行。你别把你的杯子然后又忘了。我上次就忘了是吗？上次就忘了，就放这儿了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可以。2016年，杨紫交出《青云志》《欢乐颂》等作品，让她进入了流量女星的行列。微博粉丝破1000万，被南都娱乐周刊评为90后4小花旦之一。之后，她又揽获第23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奖的提名。当时因为我看到很多对你的评价，然后包括从青云志开始等等一些小的这种敬业的细节啊，比如说拍哭泣拍一整天，拍打戏不用替身，然后说这个
来例假了，然后包括痛的都不行了，还一直在坚持。这些细节的背后啊，就是说你自己的支持的原因是什么？就首先这就是您刚才说的那几个，是每个女演员跟男演员都会经历的，大家都没有休息日。你不光来例假，你发烧，有时候那场戏在拍，就大家都是往上冲的。我觉得是这样，但是我觉得自己是有一个信念，就是我想演好，我敬爱演戏。他多拼，你知道吗？我演坏人，我把他们暴打的，我自己都下不了手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妹妹就跟我说：“七哥没关系，你帮我来真的。”我说：“不要吧。”我有一个镜头，他被我摔到那个玻璃柜上，然后砸下来，哎呦，我都舍不得。可能有时候过场戏你很累的时候，你会想，要不就这样吧，或导演说算一条过吧。但是你又想一想，哎，这现在我要的是我想要的生活了，我应该去珍惜，我应该去把它更加的去演好啊，才会对得起我之前的那些付出，或者演员的一个敬畏心。我觉得是你要时刻保持那种感觉的。拍戏其实是要有一些执拗的感觉在的。有你粉丝了，快回应一下，真有你粉丝了，太多了。杨紫，有人喊我了。你这托儿多少钱花？我那托儿51个。从整个行业向你敞开怀抱，就流量向你涌来的时候，甚至有人把你称为资源咖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杨紫发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？以前我梳了个马尾辫，都把头背成那样了，出门就小雪那个发型，没有人认识我。现在我戴一口罩，眼神一对视，杨紫，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善意。比如我到任何地方吃饭，挺可爱的，大家就。哎，你别坐大厅了，我们有包房，来，谢谢给你。然后，对我给你赠送2个菜，就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也挺逗，也生活真的也挺可爱的。可能唯一就是你会觉得有时候你去逛商场，或者你想去人多的地方，你去办什么东西会稍微有一点麻烦。比如我一个人认出你了，大家会围着你那一直拍照。怎么样来看待你和粉丝的关系？因为你把你和粉丝的关系形容为相爱相杀。对对，可能当我第二的时候，他们会说你冷静一下，对。然后当我很难受的时候，他们会一直陪在我身边，说我不会离开你的。就这种感觉会让我觉得很温暖。怎么样能够形成与粉丝的这样的良性的互动关系？我觉得比较开心的一点是，他们看了我的作品，他们喜欢的我。因为我觉得我不是那种吸粉，就是大家觉得看了我一眼，或者觉得喜欢我的外形，或者喜欢我的什么，就哎呀我好爱你，不是，就是我的粉丝好像他们时间都比较长，甚至有从《家有儿女》或《战长沙》，还有《欢乐颂》，然后他们会每一年看我的作品，他们会跟我提意见，比如我每部戏他们会写那种人物分析，他们不是那种说。他们追随我就是怎么你都好，不是的，他们会告诉我说，比如他们看完这个戏，他们的建议是什么，然后我有在认真在看，因为其实他们的评价对我来说也很重要，这也是我的一个压力，因为他们太知道我每一年，就比如我现在能演成什么，对，有没有进步，所以他们其实也是导致于我更加想去演好作品的一个原因，因为我也不想让他们失望吧。43年，储藏12万吨老酒，在静静地等待它的主人。老酒不是谁都舍得，舍得酒，每一瓶都是老酒。
在《欢乐颂》和《青云志》之后，一下子能够赢得了所谓的这种流量、关注度等等等等之后，我没想到那个时候因为这个邱莹莹的扮演也是上了这个热搜，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自己发现哇，这个微博的被黑的这个程度能够达到如此的烈度。就反正那一年吧，加上《青云志》吧，就一部戏没有搭档那样效果，两部戏加在一起，然后完了之后直接推上顶峰了。对对对，那时候就觉得啊，我值得大家这么讨论吗？我以前其实是有点脆弱的，是什么样的脆弱呢？你矫情，什么事情？玻璃心，就是比如别人骂我，什么时候你觉得是自己最玻璃心的时候？当别人对你误解的时候，我那时候老想解释，就是我要解释。我不行，他们凭什么这样说我？别人说你有什么可解释的？就是被黑的人太多了，比骂你的人，你看看那些前辈们，他们有说什么吗？人家不是还正常在走自己的路吗？你要作品，我说不行，我受不了了。就有一段时间是这种，是玻璃心，后来就会变得小心翼翼，因为你会怕大家有更多的误解，你就会被包裹在那里，你时时刻刻都是有个防备的一个这样一个状态。对，其实那是一个自我的保护意识。你会开始觉得，就说被流量所累。我没有讨厌流量，就是我不介意任何，而且我觉得流量其实是一个褒义词，因为说你是流量，说明你得到了更多的认可，然后你的知名度比以前也会大很多。那你的任何言行举止其实代表很多东西，就不可能再像以前那种了。我觉得是有利跟有弊吧。最佳女演员杨紫，恭喜杨紫！亲爱的，热爱的，你就跟他说，今天我们网吧有抽奖活动，这个呢是本网吧的宵夜套餐，还要恭喜你们这次获得了大奖。2019年，杨紫主演的新剧《亲爱的，热爱的》播放量近90亿，让她成功摘得了第8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最受瞩目电视剧女演员奖。并在这一年荣登明星商业价值榜和90后艺人双冠王，微博粉丝突破5600多万。就是有尝到哎呀自己又红了的那种感觉，有飘的时候吗？不，因为我的这种，它都是夹杂着质疑跟这种批评的，所以其实我更会觉得要夹着尾巴做人，更加谨慎小心。其实大家都有在期待着你后面的作品是什么，我觉得是更要去用心和你不敢去懈怠的。我觉得我现在最大的变化是心态，我可以看那些骂我的言论，我不带任何感情色彩。我觉得他们在骂我的时候，我觉得哦，反正就有点说跟我没关系，就这样翻，我也不会有太多的这种心情波澜了，觉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我？不是。现在就会心态变得宽容了，就是开通了很多。你自己想想是什么样的原因啊，能够让自己开始慢慢对自己有这种笃定的感觉？经历的多了，自己跟以前也不一样了，我觉得内心更强大了。而且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我有底气了。什么样的东西让你有底气？作品。以前我走红毯或参加活动，我是害怕的，不想走。为什么？我就觉得我是谁呀？我走红毯就有一种。我去为了走而走，我会不自信，因为我说不出来那一年我演了什么作品。比如现在我在参加活动，或者我是带着作品去的，然后大家喜欢我，得到了肯定了，那个东西底气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喜欢这种感觉，我喜欢拿作品出来站在大家面前，我觉得一切就不会了，就是你心态就会变得很强大。我觉得一步步的在往好的方向去迈。那未来的杨紫，你会给一个什么样的期许呢？我希望未来的杨紫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、自己的人生去过好每一天，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开心。至于以后能变成什么样，我不知道。就像人家说，你今年很好，明年你是谁就不知道了。就是你不要有太高的期待值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去努力就好。在总计不足2个小时的2次采访的前后，杨紫始终一场接一场地赶着通告。这大概是过去几年、现在以及未来的常态。在流量这顶荆棘王冠下，杨紫选择了勇敢面对非议，坚守演员的职业素养。而我也期待着未来将给予杨紫的回馈。
那是你第一次人生灰暗的阶段吗？因为人家可能不知道你是谁，变得唯唯诺诺，甚至觉得哎呀，我去干嘛？别去了吧。当时这个战长沙是怎么找到你的？以为骗子公司呢，就说怎么可能这玩意儿开机了，你现在来找我还演女一号？其实我觉得我现在也是有一点，是一个瓶颈期，可能到我40岁、30岁，每一年都会有。你这瓶颈期太频繁了。感谢收看由凤凰网与舍得酒业联合制作推出的《舍得智慧人物》，岁月陈酿故事，点滴辽阔人间。舍得酒，每一瓶都是老酒。